欧盟要制定自己的对华战略，中资入股汉堡港，这些对美国而言全是坏消息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先少。在中美处于战略竞争的大环境下，欧洲如何处理对华关系，或者说欧洲是否走上战略自主，对中美而言都非常重要。美国正在利用乌克兰危机绑架欧洲的安全，而东欧国家又在很大程度上不支持欧洲战略自主，西欧大国存在争夺欧洲领导权的问题，所以欧盟是否有一个独立的且统一的对华政策存在着变数。不过最近发生的几件事证明，自马斯克和冯德莱恩访华提出欧洲战略自主以来，这个趋势已经无法阻止。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，中远集团入股汉堡港一案在德国执政联盟内部争论了数月之后，德国政府近日表示批准这项交易。自此，汉堡港将成为中国推动欧洲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的重要一环。德国经济部长在德国工商总会发表演讲时说，如果必须在美中之间做出选择，我们问题就大了。预防这种情况的唯一选择就是制定欧洲独立的贸易政策。与此同时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上表示，与中国的关系太重要了，必须制定自己的对华战略和原则。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也指出，我们处于竞争模式，但我们必须继续与中国对话。如果我们总结欧盟对华关系的变化，可以看出这么几点：第一，不与中国对抗。欧盟认为应该在对华战略上进行表面调整，而不是全面改革，对中国采取清醒但不对抗的态度。所谓清醒，就是去风险化。冯德莱恩提到，欧盟需要在能源、医药制品和粮食安全等重要领域减少对中国的依赖。对中国来说，不对抗就够了，而去风险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伪命题。第二，与中国保持密切合作。欧盟认为，以中国经济的相互依赖，在气候问题、乌克兰危机问题等方面都需要保持密切合作。第三，与中国保持竞争。这是欧盟跟随美国的战略，将中国列为竞争对手，把对华竞争挂在嘴上，也是一些欧洲政客作秀的需要。中国对此也表达过不满。第四，不当美国的小弟。欧盟外交政策部门已经准备了一份草案，其外交政策部门声称，欧盟不应该赞同零和游戏的想法，即在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二元竞争中只能有一个赢家。其实这个理念几乎与中国的说辞完全一致，与拜登推动的新冷战格格不入。当然，美国现在公开的说法也是反对脱钩，那是因为美国缺少推动对华新冷战的条件。第五，欧盟各国难以在对华政策上保持一致。欧洲成员在对华政策上有不同的看法，一些成员国不愿意以中国为敌，但也有部分东欧成员国在安全问题上紧跟美国，这就造成了欧盟对华战略分歧。东欧国家担心欧盟试图推动新的联合对华战略，因为一旦推动了这个战略，恐怕很难让美国人开心。对中国来说，只要欧盟推动对华独立外交政策，就基本奠定了外部发展环境的大局。对于欧盟提出的对华去风险，我们也可以一笑了之，因为数字不会说谎。今年1至3月，法国、英国、德国、加拿大、瑞士对华投资同比分别增长了 635.5%、680.3%、60.8%、179.7%和47.4%。所以中国和欧盟正在得到中欧合作的实惠，而美国人得到的只是心理慰藉。或者换一个角度讲，美国人得到的全是坏消息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